大家好，这节课主要是讲解 N 高程这个项目，就是可动画的数字人 3D 重建这个项目的代码讲解，也是高程加 SMPR 模型 AI 系列课程最后一节课。整个项目的结构是跟 3D 高程的原生项目结构基本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项目的话，有3个点是比较重要的。第一个点就是自定义数据集的制作。3D 高程重建的时候，数据集是对质量的影响特别大的，主要是不同视角的图片数据跟相机的数据，这2个是核心数据。自定义数据集怎么做？上节课也有教程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一下。我这边主要是以 Blender 来做虚拟人的数据集。那我们开始代码讲解了。这个项目结构大家可以再看一眼啊，基本是跟原生的高程项目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我额外加的一个虚拟人的模块，别的模块基本都是跟用的高程的代码。那我们先开始打一下淡点，然后结合刚才说的3个点重要部分，我会着重再讲解一下代码。第一步的话，还是一样，初始化高程模型，初始化数据集。高程模型的话，初始化还是简单的，就是核心的高程的 SYZ、球形函数的颜色的2个参数、Scala、高斯的大小、旋转透明度这些重要的数据。咱们主要看一下数据集加载部分啊，这是数据加载的代码，这里面这个是数据集加载的核心的代码，咱们这边打一下断点。前2个是获取图片名称跟 mask 图片的名称。数据集的文件我也放到项目里了，大家下载以后，格式大概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多角度的图片数据，这个是 mask 的图片数据，这个是相机的数据，核心是外参跟内参的数据。这个代码就是加载这些数据集，然后这里面一步一步走的话，这个是相机的外参矩阵的参数，就是 C2W。相机到事件坐标系的变换矩阵的参数，也是相机的外参，主要是决定相机的位置。通过外参，我们可以获取相机的 R 旋转跟 T 平移的2个重要参数。4×4矩阵啊，都是用的骑士坐标。K 主要是相机的内参，相机内参核心主要就是获取相机的焦距。X 的昂角跟 Y 的昂角，通过焦距获取。做数据的时候，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准确的相机的外参跟内参的参数传过来。
如果这些数据不准的话，对整个训练的质量是影响特别大的。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图片的数据，这些没什么。然后高深模型的话，渲染的时候核心就是传相机的对象。如果有这些参数以后，它就会自动返回一个相机对象，在这个代码里面，load cam 里面，最终返回这个核心相机的对象。我们打一下断点跟过来。这里面 R 旋转、平移、仰角这些参数是刚才数据集里传过来的。这些参数传过来以后，这个相机对象就会 Linear J-File 就是默认基本都是常用的这个初始化数据，它是会根据这个参数计算视图变化矩阵、投影矩阵、相机的位置，这些都是渲染的时候要传过去参数。对于相机的更详细的了解，MVP 的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是建议可以看一下 Games 101的课程啊。核心就是第一步就是数据的加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，特别是 SMPL 人物模型中点云的初始化，就是加载 SMPL 模型，点云初始化代码是在这边，咱们可以打断点再跟过来一下啊。点云的初始化，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步。它根据 SMPL 默认的 pose 跟 beta 参数，SMPL 模型之前课程里讲过啊，这些重要参数，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往期的 SMPL 的课程。它通过 SMPL 模型默认的6890个顶点 vertex 数据，初始化高斯的点云数据，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。通过 SMPL 模型初始化高深的 SYZ 坐标。刚才说的重要几个参数，这个也是第二个刚才说的重要一点。第三个的话就是训练的时候参数的优化。那我们继续回到训练的代码，上半部分就是一些训练的基本的数据的配置，这些应该没什么讲的啊，直接往下走就可以。然后是这边开始循环迭代，到这一步就是开始训练的时候获取我们的数据集的相机的参数。相机的数据我们可以再看一眼，也是刚才都提到过的一些数据：投影矩阵、旋转平移、焦距、图像数据，这些数据是一会儿渲染的时候都要传过去的数据。获取相机对象，然后就开始直接做高深的渲染模块。这是根据 3D SYZ 获取 2D 的点，仰角的计算。然后是根据传过来参数做一下光山化的配置，然后是光山化的核心的类，然后根据参数需要把
光山化需要传过去的参数一个一个赋值，就是 3D 数据，看下面就知道，这些没什么的，这些都是传过来参数计算的。最终渲染的时候传过去，高斯点的 SYZ 抽象函数的嗯颜色参数、透明度、scalar、高斯大小、椭球的大小、旋转这几个训练的重要参数要传过去，最终返回渲染以后的图片数据。渲染的整个代码大概流程是这样的，继续往下走。这个是返回的渲染以后的图片数据，这个是数据集的真实数据。通过两个图片数据，我们开始计算损失函数。第一个是 L1 的两个图片的损失函数，第二是 SIM 的损失函数，第三个是我这边加了图片相似度里面 LPS 的损失函数。有这个损失函数的话，对图片的细节的还原质量是更好的。这个是我做过实验的，主要是这三个损失函数，然后就开始后向传播。训练代码还是比较简单的，然后下面开始就是做一些日志的计算，然后是做高斯密度的优化。第三个点是刚才说的三个点重要是，这里面密度优化这个点也是特别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代码。之前在讲高斯原生模型的时候也讲过密度的优化，一个是复制，一个是分割。因为我们使用的 SMPL 的模型，它这边有个特别重要，SMPL 我们用的核心的不是 LBS 蒙蔽算法模块吗？它对于点云的大小是特别敏感的。嗯，这里面是过滤掉一些不符合一些点云大小的一些界限。这个参数是我在实际训练过程中自己调的参数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大概意思就是一个高斯点特别大，半径特别大，然后是形状 SYZ 的 scale 大小特别大的话，对蒙皮算法的影响是有影响的，所以定义了这个之前训练过程中的一些界限，这个是第三个点特别重要的。高斯的 scale 大小是变化，特别是特别重要的。到这儿，第一轮训练就结束，咱们再看一下第二轮。一样的，这个整个训练的代码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一直做读取数据集，每次读取新的数据集，损失计算，到一定迭代步数以后开始做密度的优化，大概流程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跑一下7000步，大概看一下训练的效果。然后我们打开一下 TensorBoard，看一下训练的过程。把日志路径指定一下。”。
在本地访问服务器的6066端口，我们把端口打通一下。这个之前也讲过，SSH 连接服务器的端口，这样本地就可以访问服务器的端口了，直接输入一些密码，输入密码没有反应，就说明端口打通成功。我们直接本地访问服务器的6066端口。现在是2000步，大家看到了，右边是渲染的图片，左边是真实的数据。2000步的时候，已经大概能看到，很像了。这边有点儿，这个很正常，再多迭代几千步就特别像了。训练速度还是特别快的。咱们一会儿看一下7000步的效果。好的，那已经到七千步了，咱们看一下七千步的时候是什么效果啊？这是5000步，五千步的时候大家能看到，嗯，基本很像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眼，左边是真实，右边是渲染的，就是不同视角的，也是都基本没什么问题啊。这是七千步的，不同角度都已经很逼真了。训练的过程主要第一个是看图片的对比数据，然后我这个项目里面到也存了一些训练过程，存了一些动画的效果跟360度旋转的视频，我们这两个也一起看一眼啊。这个是6000步的时候存了一下360度旋转的视频，我们先存一下。这是6000步的动画数据。那我们直接看一下刚才6000步的视频效果是怎么样的。这是6000步，基本没什么问题啊，效果还是特别好的，各个角度都没问题。少量的图片数据就直接能还原 3D 的模型，没有问题啊。再看一下动画的效果，动画也没有问题。几千步的话，效果已经非常好了。更多的训练，大家自行可以自己试一下啊。这样的话，整个代码的讲解就结束了。然后后续的话，我这边也一直会专注于人物角色的3D 重建跟动画领域。高深的更多的扩展的应用案例，我后续也会继续分享。在3D 人物领域有一些点，还是有很多的提高空间的，比如说脸部表情的一些更细节的变化，加语音驱动，这些是数字人领域经常常用的。
第二个也是最难的，就是嗯人物的比如说衣服基于物理的一些变化，还有一些是跟一些虚拟的场景或者实际的场景结合，这几个点应该是这几年3D 角色动画领域一直是大家都在研究的方向，我也会一直做研究，有好的案例或者是我这边儿自己做的有更好的应用都会分享出来。大家对这些有感兴趣的话，咱们也可以一起做一下研究。好的，那整个 AI 系列课程就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大家拜拜。